如果把你独自丢到一座陌生的城市，只给你一辆破车，全身上下只有100美元，你能坚持90天吗？听上去有点不太现实，但有个人不仅坚持了下来，还创办了一家估值近100万美元的公司，他就是白手起家的美国富豪格伦史登斯。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完成不可能的挑战，以及透露出的富人思维。跟其他标榜自己白手起家的富豪不同，格伦的出生可以说是真正的草根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家庭，父母又酗酒又嗑药，儿时的他自然也是个问题少年，小学留级，高中垫底，还有阅读障碍症。更夸张的是，14岁的年纪，当我们还在看动画片的时候，他就有了第一个孩子。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，竟然在25岁身家过亿。他的公司不仅在2010年实现创纪录增长，又在短短3年内成为美国最大的融资公司。也是这种神秘而强大的能力吸引了纪实媒体 Discovery， 媒体向他发起挑战，让他从零开始重新履行一遍自己的创富之路。如果挑战失败，格伦需要自掏腰包100万美金。他面临的挑战是在一座陌生的城市，不使用自己的一切人脉资源，甚至真实性命，所拥有的仅包括一部手机、100美元现金和一辆破皮卡。90天内创办一家100万美元的公司才算挑战成功。随后格伦被丢到美国东北部一个衰落的工业城市，开始了他的翻身之旅。接下来的3个月里，格伦睡过汽车，卖过废品，去过收容中心，做过保洁，当过小贩。90天后，这位无名小卒华丽升级为身价75万美元的企业家。成功只是其一，我觉得格伦最牛的地方是他运用的顶级商业思维。很多人在创富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的时候，格伦就像拿着整幅地图的人，每一步都正确无误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90天就是格伦几十年商战风云的缩影。通过格伦的方法，我总结出6条最具代表性的商业思维。饿着肚子是没办法谈理想的，100美元不要说支撑90天，坚持1周都是问题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先解决温饱问题。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时间，格伦并没有着急去创业，而是拿着手机先了解这里的消费水平，预估维持生计的最低开销，每月1100美元，90天就是3300美元。接下来他计划用1周时间赚取未来90天的生活费，因为他清楚整天担心生计是不可能创业的。经济学上有个稀缺概念，就是说你所或缺的东西会俘获你的大脑，占据你的心智带宽。这里的带宽可以理解为人的精力。穷人每天想的都是下一顿饭怎么填饱肚子，今天怎么挣明天的生活费，每天为柴米油盐发愁，自然没有多余的精力考虑长远的事情。富人也有足够的带宽来构建上层建筑，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，一定要有自己的保底资金池，否则你只会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，最终把事业做成了生计，失败也是大概率事件。就像格伦所说，每花1分钟的心力在营生，就等于少1分钟经营事业。即便划出了生存底线，这位富豪还是被难住了。找了一圈工作，格伦发现赚小钱比赚大钱难多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第一桶金才是这辈子最难赚的钱。为了省钱，寒冷的冬天，格伦也选择睡在车上。另外，他还问便利店要开水泡面，去收容所做义工换餐，甚至给人刷马桶。你无法想象，一个拥有私人飞机、游艇的富豪，在公共卫生间洗漱时也是熟门熟路。可见格伦早年的创业也是非常艰辛的。除了省钱，这也是他完成终极目标之前的分层式目标。从赚小钱开始，他靠着贩卖节日气球、卖废旧轮胎，终于在第9天租下了一个房子。当他赚到第1桶金之后，就进入了下一阶段，做市场调查，筹备创业资金。从倒卖二手车的低杠杆到二手房的高杠杆，逻辑周密，步步为营。他将100万创业的终极目标层层分级，每一周每一天都在完成分层式目标。要发展一个系统，就不要在乎小目标的成败，所以格伦每次定下的小目标从未全部拿过满分，因为他清楚有时候你需要输掉一场仗才能打赢整个战争。李开复自传一书中提到，蒋凡面试谷歌时很优秀，但 HR 质疑他每门功课只有60分。蒋凡回答，我们学校的计算机系非常糟糕，每科只考60分，拿到学位就可以了，这样我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。结果 HR 当场决定录用。李开复也很支持这个决定，因为他知道一个大目标往往由许多小目标构成，如果只关注小目标，那么终极目标就容易退化。在复杂的环境下，一个拥有卓越领导力的人必定是那种能跳过小目标死盯大目标的人。所有的交易中，找到买家比卖什么产品更重要。在格伦的致富宝典里，也是先找到买家。他说，我毕生信奉的买卖原则就是要找到买家，其他自然水到渠成。这是热销商品和垃圾商品的区别，很多人搞错了，先去开发商品。一穷二白的格伦在网上看到有人求购军用汽车轮胎，于是他跑遍城市的每个角落，
在废品堆里翻旧轮胎。就这样，依靠别人眼里的垃圾，格伦赚到了第一桶金。在创业项目上，格伦选用本地人需求量最大的啤酒。得知时间不够做啤酒馆之后，他便采取了一个混搭模式，本地人最爱的烧烤加啤酒。就连店名也采用了能引起当地人共鸣的普通人翻身精神 Underdog， 可以翻译为小人物。买家思维应该是一个初期创业者的生死法则。腾讯早年就是这样。据腾讯传一书记录，腾讯团队初期创业，为了留住客户，有求必应，从网站设计、服务器存储空间和智能更新管理维护的全包服务，到简单的网页制作，他们什么都做，只为了多接活。所以初期创业者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，那就是找到有需求的买家，剩下的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没有买家，再好的商品也没办法实现它在交易中的价值。互联网打破了一些信息流通的局限，但利用信息差赚钱依然是很多人致富的利器。格伦就是个利用信息差低买高卖的高手。为了筹备创业启动金，格伦踏上了转卖二手车之旅。他先是用700美元买了一辆05年的本田喜美，再花5美元洗车，转卖后轻松入账3900美元。如法炮制，他又转卖了一辆二手的凯迪拉克，资产上升到1万美金，炒房的资本也够了。一环扣一环，格伦赚足了信息差的钱。信息差就是你知道的别人不知道，你有的别人没有。在经济学上，影响价格的4个因素中，除去成本、供需、效率的硬性指标，信息是唯一的弹性地带。比如你去超市买白菜2块钱一斤，回家路上发现路边小贩的白菜1块钱一斤，而且你们小区的大爷大妈都在这儿买，这就是信息差。普通人如何获取那些想知道却不知道的信息？万维刚老师讲过一位美国女大学生的故事。她一毕业就看上了耐克的一个热门岗位，但如果她直接投简历，10有8九石沉大海。于是她决定突破信息差壁垒，在校友网上发帖求助，了解面试流程、耐克内部的行事风格、HR 的侧重点。就这样，女孩迅速掌握了关键信息。结局你应该也猜到了，她顺利拿到了 offer。所以说，处于信息差上游的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就是站在了金字塔顶端。格伦在着手精酿啤酒前，面临一些相关行业和资质的专业问题。他没有选择上网查，而是付费请教专业人士。这个时候的他手上资金只有2000多，却花了近一半身家请律师。这种一掷千金的魄力，恐怕很多人难以做到。从历史处得知，做精酿啤酒馆要40到100天才能办好许可证。虽然这条信息给格伦泼了一盆冷水，但幸好花在专业咨询上的这笔钱让他少走了弯路。秉持专业导向的格伦也从不迷信自己几10年来的商业嗅觉，而是咨询各行各业的专家，卖房选铺找中介，装修找当地最好的设计师，参加烧烤节请来资深的烧烤师傅。人们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，不过是把最专业的人凑到一起罢了。刘强东在京东起步时就体会到专业人士的好处。早期的京东连个会计都没有，京东的投资人许昕就给他找来了专业的财务总监。仅入职2个月，刘强东就竖起了大拇指，说2万块钱的人果然比5000块的好用。所以如果你所做的重大决策涉及到一些专业领域，而自己又不了解，最好去找专业人士。成本虽然会高一些，但它能让你在成功的道路上少走很多弯路，节省的时间和准确的决策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收获。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，长久的成功绝不可能单枪匹马。想要挑战成功，格伦也在组建自己的团队。招聘面试时，格伦说自己是仆人式领导，他希望团队里的每个人都能成为真正的主事者，而自己为他们服务。中国商界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。小米创立初期规模小，连产品都没有，雷军却用大半年专心找人，终于建立了小米的7人核心团队。马云亲自面试员工，直到500人规模。阿里最初的前台接待，现在成了阿里的合伙人、高级副总裁。诗人鲁黎在泥土里写道，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，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；把自己当作泥土，让众人把你踩成一道彩虹。这或许是对领导力最好的诠释。节目最后，格伦通过多元化经营努力提高公司估值。遗憾的是，专业评委给了店铺相对保守的估值75万美金。格伦最终接受了这场精彩的失败，并拿出100万美金用以支持餐厅的继续运营。目前这家叫做 Underdog 的餐厅仍在持续营业，不仅能送外卖，还有品牌 T 恤出售。世界首富洛克菲勒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即使把我丢到沙漠里，剥夺我的一切，只要有商队经过，假以时日，我依然可以成为百万富翁。格伦只是把这句话照进了现实，将自己几10年的创业之路来了场故伎重演，顺便告诉了我们一点财富的秘密。